撒浪，大家好 ，Welcome to 色拉子，欢迎来到色拉子。色拉子是一座历史非常悠久的古城，在伊朗呢，它是仅次于伊斯法罕第2受欢迎的旅游城市。不过呢，近些年呢，色拉子的口碑不是很好。你们看一下网上的一些攻略，你就知道了。关于色拉子，很多人都持负面印象。我仔细看了一下，并不是因为色拉子的环境变糟糕了呀，旅游资源变少了，不是这个，而是因为色拉子一些无良商家以及出租车司机，给人的印象不是很好，所以造成了对整个色拉子的印象都不是很好了。但是这座城市真的有那么糟糕吗？我看未必。今天呢，我就带大家来看一下，看看色拉子这座城市怎么样，在色拉子旅游一定要做的事情到底有哪些。我现在呢就在盖湾 House 里面了，这也是色拉子的众多花园中的一个。这个花园的规模并不大，但是呢，它最值得看的地方并不是花园本身，而是它的房子。你看，这就是它的房子，它这个盖湾 House 就整个这一栋，它这个房子为什么值得看呢？因为它的墙壁上有很多的浮雕，这些浮雕非常有特色。墙壁上的这些浮雕，你看每一幅都跟苏美尔的那些浮雕特别的像，就特别的神似。这种石像都是以前的石像，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生活的一种方式。它整个房子就是一个艺术品。然后呢，就是房间内部有一些房子呢是装满了镜子的，是镜屋。这种镜屋呢，在伊朗很多清真寺里面可以看到，但是在普通人家的房子里面其实并不多见。所以这个还是盖湾 House 的一个特色吧。你看这墙壁上，全都是镜子。米纳后，而这个花园呢，其实也是蛮漂亮的，虽然规模不大但是还是挺漂亮的。可以看到很多人在这里种植花草。你看，这里也都是花哟。看，他们都在种花呢。这个地方的门票价格呢是100万里亚尔，依然是当地人的10倍，当地人只要10万里亚尔，所以我们外国人在伊朗旅游门票价格基本上都是当地人的10倍。整个花园的环境还是很好的，但这个花园最值得看的并不是花园本身，而就是它的房子。所以你们来色拉子旅游的话，这个地方可以来参观一下。居然在摄像头上他建了一个这个窝，这挺搞笑的。这里就是粉红清真寺的内部，现在这个地方人真的非常非常多。如果你们要来的话，最好早点过来。然后呢，这个房子呢有两边呢一边是夏天，一边是冬天。你看这边的人有多多，全都是人。然后这边是夏天的房子，然后这边是冬天的房子。冬天的房子就比较严实，然后夏天的房子就有窗户。
这就是粉红清真寺的内部了，你看好多人在这拍照，都是为了拍照而来的。这个地方拍照也确实比较好看。这是内部，你进入粉红清真寺之后，你就可以进入它的内部。以前这个地方是祈祷用的，现在变成拍照用的了。主要是因为它这个瓷砖啊都是粉红色的，你看，哇，看这一群。你看，所以你们想要来拍照的话，就可以过来拍照了。但是一定要早来哦，因为这个地方很有人气，人特别多。哇，你看，我看它这上面屋顶。色拉子的巴扎还是蛮大的，它这个地方呢也是有很多的岔路，所以横向走也好，Hello，横向走也好，纵向走也好，都可以走到很多地方。反正逛巴扎就是这个乐趣，因为它有很多的道路，有横向的，有纵向的，所以你随便走就可以。这个巴扎啊，感觉时间更加古老一些，比伊斯法罕那个巴扎规模应该没有那个伊斯法罕那个巴扎大，但是它这个时间应该更古老一些。Hello， 这卖的东西也是好多呀。你看，这巴扎里面还是不错的。这个巴扎相对来讲要安静好多呀，感觉跟那个伊斯法罕那个巴扎相比，这边也要安静很多。哦，这好多这种器具，哇，金碧辉煌啊！这里就是巴扎外围的步行街了。在这个街道的中央，可以看到有一个塑像。这个塑像啊，是一个爸爸扛着一捆地毯，然后孩子呢坐在地毯上面。这个呀，就是因为这个条街道很多地方啊，全都是卖地毯的。这边路都是卖地毯的，你看这里，波斯地毯。在这里面的巴扎全都是卖波斯地毯的，所以这个步行街的中央就有这样一个塑像。你看，这个爸爸扛着一个地毯，然后小孩坐到地毯上面。这里就是卡里姆汗站城堡了，这是色拉子最大的一个城堡，而且这个城堡啊很有特色。你看它这个视角，能看出来吗？它这个是斜着的，
它不是笔直的，是斜着的，看到了吧？是这样斜着的，有点像比萨斜塔的那种感觉。你看，它从这个方向往这边斜着出来的，能看出来吗？视频可能看的不是很直观，到现场来看你就能看得出来，真的它就是斜着的。我拍张照片给大家看一下。我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呢，就是卡里姆汗城堡的内部了。这整个城堡啊，给我的感觉像是一个大的四合院。这个城堡的门票价格也是100万里亚尔，比当地人贵10倍，当地人是10万里亚尔。但是啊，这个色拉子的那个所有的景点给我的感觉啊，都比较值，因为它都基本上都是100万，也就是2欧，14块钱，和雅兹德相比呀，就要便宜很多。雅兹德基本上都是150万。是3欧21块钱，所以啊，这边的更便宜一点，而且这里的每一处景点，值得逛的地方更多，觉得更值得看。即使像之前去的那个小花园，给我的感觉也是比较有看头，因为底下还有一个博物馆，而这里呢，面积足够大，它整个这个建筑的历史啊够悠久，而且它这个建筑内部有很多值得看的地方。这个城堡啊是在战地耶时期建造的，当时呢，卡里姆汗将首都设在了色拉子，所以建造了这样一座城堡。这座城堡也被命名为卡里姆汗城堡。但是这座城堡的面积啊真的不大，作为城堡，它的面积非常小，它只有4000平方米。你整个看下来啊，就像是一个大的四合院，甚至还不如天空花园的面积大。但是呢，这座城堡作为一座历史建筑，是当时波斯文化的中心。所以呀，现在来这里参观还是非常有意义的，尤其是这内部有很多地方我们可以去看一下。这里面很多鸟啊。旧时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。你为什么还不飞？就是当时接见客人的场景。哇，这浴室哦，当时洗澡的地方。哇哦，真的好会享受啊！感觉像是杨贵妃的华清池。那个倾斜的这个角啊，下面就是浴室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浴室把这个角给倾斜了。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天堂花园的内部，我后面呢就是正殿前面的喷泉，后面这个建筑啊就是天堂花园的正殿。这个天堂花园的门票价格呢是100万里亚尔。2欧元，人民币是14块钱，依然是当地人的10倍。
但是这个价格还算是比较值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天堂花园呢，是整个色拉子乃至整个伊朗最为漂亮的花园之一，非常非常值得来参观一下。那这就是天堂花园正殿前面的喷泉，然后后面这个就是正殿。这个是礼品店。看看那边的花园。咖啡。种了很多玫瑰啊。你看看，种满了玫瑰花。然后这是白玫瑰。真的就是花园哦，这里一大片全都是花。这个花园啊，真的值得逛。除了有建筑、有植物园，还有动物园，还有各种各样的水果可以吃。你看，这个地方就是无花果树。等无花果成熟的时候，你们就可以来这里实现无花果自由了。到时候门票钱也赚回来了。在天堂花园旁边的这条路非常的漂亮，你们看一下。刚刚坐车过来的时候，看到这条路。沿着主路旁边这个人行道走一走也不错。环境特别的好，夏天的时候也很凉快，在这个地方走。哎呀，到处都是桑树啊！你看，结满了桑果，看，种满了。哎，这可以摘到这个。这条道路不错吧？环境很好，有时间可以来这里走一走。这是个小型集市哦，它其实啊是在这家书店的外面，一个小型集市，像类似于一个创意空间。
这是一个葡萄架，这葡萄快长出来了，你看。环境还不错吧，卖的都是一些文创用品，然后这还有个咖啡厅呢，小咖啡车。这个地方是我无意中发现的啊，你们有时间的话可以过来看一下，地址放在下面了。I love shallots。这条步行街不是很长，从这个地方一直走到那个城堡就可以了。城堡下面最热闹，因为那边的环境更好。到这个清真寺这边来了，又是别有洞天呐！你看这里。به بابا میتونم بگم حقوقاتو برداره ها. 这个不是粉红清真寺啊，这是另外一个清真寺，但是它这个门廊这个地方也是粉色的，也挺漂亮的。我越来越发现这里有点像欧洲了，因为那个欧洲的教堂前面都是这样的，全是咖啡厅。这个虽然不是咖啡厅，但是也跟咖啡厅差不多，也是当地的一种特色呀，挺好的。然后这个广场上还有一棵树，树上挂满了各种饰品，这个应该是许愿用的吧。真主阿拉，实现我的愿望吧！阿萨。晚上的色拉子真的非常漂亮，希望你们喜欢这座城市。行，今天这期视频呢就给大家分享到这了，咱们下期见吧，拜拜。